又到一年清明时，细雨纷纷，哀思悠悠。清明节作为中华民族传统的祭祀节日，不仅仅是对先人的缅怀与追思，从风水命理的角度来看，更蕴含着诸多影响运势的关键因素。尤其是对于属兔的朋友而言，2025年清明节扫墓的诸多细节，稍有不慎，便可能对一整年的运势产生重大影响。清明节在农历春分后第15日，公历4月5日前后。此时斗柄指向正东偏南的乙未，它融合了自然节气与人文风俗，是天时地利人和的体现。传统上，清明时节春回大地，阳气升腾，正是阴阳转换的关键节点。在风水理念中，此时进行扫墓祭祖活动，能够借助天地间蓬勃上升的阳气，沟通阴阳两界，让先人的恩泽更好地庇佑后世子孙。扫墓时对祖坟的修整、清理杂草、增添松土等行为，如同为家族的风水根基进行加固，一个外观饱满、整洁有序的墓地，能营造出良好的气场，有助于家族运势的顺畅流转。若墓地杂乱无章、杂草丛生，不仅会让先人的安息之所显得冷清，还可能扰乱风水气场，对家族运势产生负面影响。2025年为乙巳蛇年，对于属兔的人来说，这一年运势容易低沉不振，命宫中凶星众多，天狗凶星照命，预示着工作方面将会枝节横生，可能会被人诬陷而蒙受不白之冤。求遇凶星出现，警示需洁身自爱，奉公守法，切勿行险侥幸。吞陷凶星照命，则要小心提防受骗，或是被人出卖，以致辛苦得来的成果被人侵吞，损失惨重。在这种整体运势不佳的情况下，清明节扫墓这一传统活动，若能妥善进行，或许能借助其风水助力，为全年运势带来转机；反之，则可能加重运势的低迷。从五行命理来看，属兔的人在五行中对应木，在2025年乙巳蛇年，乙巳年的纳音五行是佛灯火，火与木的关系复杂微妙。木生火，属兔人在这一年本可能有付出奉献之象，但火势过旺，则会反过来消耗木的能量，就如同熊熊烈火燃烧森林，树木虽为火源，却也可能在火的炙烤下受损。在运势上体现为，属兔人在工作中可能会过度操劳，付出诸多努力，却难以得到相应的回报，自身的精力与资源被大量消耗。而且命理学中五行讲究平衡与流通，当某一五行力量过强或过弱，打破了原有的平衡，就会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，影响人的运势。所以属兔人在2025年需要谨慎行事，通过各种方式来调节五行气场，维持运势的稳定。时间选择，扫墓时间尽量选在阳气比较旺的时候，上午10点至下午3点之间，通常为扫墓最佳时段。对于属兔人来说，这个时间段尤为重要，因为属兔五行属木，在阳气旺盛时，木能更好地吸收阳气的滋养，增强自身气场。若在天未亮或傍晚时分去扫墓，此时阴气较重，属兔人本身在2025年运势就受凶星影响较为低迷，较弱的气场容易被阴气侵扰，可能导致运势进一步下滑。比如在生活中遭遇更多的小人阻碍，工作上出现莫名的失误等。面对先人墓地，需好好清理杂草，增添松土，整理周遭环境，使得墓地外观饱满而整洁。从风水角度讲，属兔人在2025年需要一个良好的风水环境来改善运势。杂乱的墓地会让气场紊乱，而整洁的墓地能让风水气场有序流转，为属兔人带来积极的影响。比如清理杂草能去除阻碍运势的负面因素，
增添松土象征着为家族运势注入新的活力，有助于属兔人在事业上获得新的机遇，突破当前的困境。但要注意，2025年太岁位在东南，五黄星飞临东北，这两个方位不宜动土，所以取土培坟头时要到别的地方取土。若在太岁位或五黄星飞临方位动土，如同触犯了风水禁忌，可能引发灾祸，加重属兔人运势的不顺。扫墓当日早晨起身至到达扫墓地点，尽量食用素食，衣着整齐素颜，以示对先人礼貌和尊重。属兔人在2025年运势不佳，更需要通过虔诚的祭祀表达对先人的敬意，从而获得先人的庇佑。若在祭祀时饮食荤腥，衣着不整，不仅是对先人的不尊重，还可能破坏自身的运势气场。在摆放祭祀用品时也有讲究，例如属兔人可选择一些五行属木或属水的物品，水生木，如鲜花中的绿色植物、木质的祭祀器具等。这些物品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强属兔人的五行气场，改善运势。而像过于鲜艳、颜色五行属火、火克木的物品则应避免，以防对自身气场产生不利影响。目的为阴灵安居之所，切忌嬉笑怒骂、污言秽语、乱跑乱斗、随处小解。路遇其他坟冢，切忌用脚去蹬踏碰踹墓碑，不乱动其他墓碑祭祀物品。属兔人在扫墓时更要谨言慎行，因为他们本身气场在2025年相对较弱，若在墓地做出不当言行，极易招惹阴灵的不满，导致自身气场被负面能量干扰。一旦气场受损，在生活中可能就会出现情绪低落、人际关系紧张、意外事故增多等不良现象，进一步影响全年运势。通常来说，怀孕的妇女要避开清明扫墓活动。严格说来，女性来例假最好也不要参加此类活动，特别是不能在下午3点后参加清明扫墓活动。对于属兔的家庭而言，如果有女性属兔者处于怀孕或例假期间，应严格遵守这一禁忌，因为此时女性的身体和气场较为特殊，容易受到外界气场的影响，而墓地的特殊环境可能会对其产生不利作用，进而间接影响到属兔家庭的整体运势。比如，可能导致家庭内部出现矛盾纷争，影响家庭和谐，而家庭运势的不稳定又会波及到属兔人的事业、财运等各个方面。扫墓归来后，属兔人可对家居风水进行适当调整，在家居的东方或东南方这两个方位与木相关，摆放一些生机盎然的绿色植物，如发财树、绿萝等，增强家中的木气，提升自身运势。同时，保持室内的整洁与通风，让气场流通顺畅，避免在卧室或客厅的西南角2025年五黄星所在方位放置杂物，以免招惹煞气。还可以在门口放置一个风水脚垫，或悬挂五帝钱，起到招财辟邪、提升气场的作用。根据五行命理，属兔人可佩戴一些有助于提升运势的风水饰品，比如佩戴木质的佛珠手串，木能强化属兔人的五行力量，且佛珠本身具有辟邪祈福的寓意。或者佩戴水晶饰品，如绿幽灵水晶，五行属木，它能增强个人的气场，吸引好运与财富。但要注意饰品的佩戴方式和禁忌，例如水晶在佩戴前要进行净化，以确保其发挥最佳功效。清明节扫墓不仅是对先人的缅怀，更是一次对自身运势的反思与调整契机。属兔人在2025年本身运势不佳，扫墓后要更加积极乐观地面对生活，在工作中保持低调务实的态度，避免与同事发生冲突，多寻求合作机会，借助他人的力量提升自己的事业运势。在生活中，注重与家人的沟通交流，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。
家庭的温暖与支持能为属兔人在面对外界压力时提供强大的后盾，有助于稳定整体运势。清明节扫墓对于属兔人在2025年来说至关重要，每一个细节都可能对全年运势产生深远影响。从传统意义到风水命理，从扫墓的具体环节到后续的运势调整，属兔人都需谨慎对待。希望属兔的朋友们能通过正确的方式进行清明节扫墓活动，借助这一传统习俗的力量，改善自身运势，在2025年顺遂安康，逐渐走出运势的低谷，迎来新的转机与发展。关注我们，了解更多风水命理知识，为您的生活增添助力，让运势更加顺畅。